下象棋能够看出一两步小陷阱，可以说防止走出漏招。但是真正熟知掌握大的套路，那才是象棋高手。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金钩炮第7局。黑方当头炮，红方上马，黑方选择进卒制马，也是活通马路。红方快速出车，黑方跳马，红方飞象补后中路，黑方起横车，进车巡河，平车占据力道线。双方可以说都是走的普招。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称势补后中路，将来能够马八进9出贴身车。接下来黑方就得要注意了，黑方又有2个变化，它有车4进3走巡河车，还有炮2平3。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的套路，这样一走的话，黑方这个车势必就有点不妥。红方快速上马，黑方这里如果说走马2进3，感觉也还可以，但是红方这里有7路炮，始终对黑方的3路线有所牵制。选择马2进1，红方进兵活通马路。接下来这里就有一个小飞刀，上马的话踩着车，炮打着炮。那么现在黑方这个车在这里势必不妥，如果说退回去的话，相对而言浪费了2步棋。选择进车，逼近9宫，卡住象腰，威胁满满。那红方在这里又该如何行棋呢？这里选择进兵，先活通马路，黑方进卒吃掉，红方平车吃卒。这里就把主动权交给了黑方。黑方现在这个车如果说在这里没有一定的攻势，那前面走了很多步，显得有点浪费步数。采取平车捉炮，红方进炮，这里马守着，车守着，双重保护。再次退车抓，进炮打掉卒。这个车可以说单兵作战始终没有很大的攻势。那么好了，现在这个车在这里就比较尴尬了，而且还得要注意，因为红方接下来有这样一步棋，平炮，这里既打着车，炮打着炮，同时车闪开吃炮。首先说明一点，他不能退车吃炮，因为红方上马，而不是用车吃。看来他这个炮在这里就比较尴尬，黑方又有2个策略，炮2平3，炮2平4，2个逃走的办法。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变化，此时红方平炮来个顿挫，黑方平车躲闪，再次平炮打车，再次折返。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棋友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你的话，接下来这步棋该怎么走呢？这里红方二话不说，扔出一把大飞刀，进炮打掉象。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黑方吓了一大跳，平车吃掉，此时上马打车。好了，这个车开局活活的被捉死了，现在只能退车吃马。这里是车口，这里是马口，这里是士口，几个地方都来不了。好，我们返回来，我们继续看黑方炮2平4的变化。那这里红方依然是平炮打车，黑方躲闪一步。此时这里如果说再平炮打的话，他又来来回回走了。红方在这里选择炮8进1，下一步棋平炮打车。大家就会发现黑方这个车在这里就相当的尴尬了，走到这个位置左右前后都不能动，完全被锁死了。那现在平炮打车依然是有前面上马这样的凶狠招法，黑方还不能走其他子力，选择了一个进卒。红方平炮打车，黑方平车出来，再次上马的话，他这里原来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思，上马卡住，解救黑方这个车。但是红方进兵的话，接下来就暗藏有平兵吃马这个棋。可能大家会认为黑方的车把红方的车和兵牵制住，但是接下来一步棋红方可以平车闪击捉炮，平兵吃马。
黑方选择称势，红方依然是出车。现在接下来白白吃掉一马，将来这里还是有所牵制。在开局啊，黑方应对这个金钩炮的话，贸然进车巡河，始终容易被对方活捉这个车。我们返回到先前的这个棋局，前面黑方进车稍微走的有点失误。那么我们看它第二个变化，炮2平3。此时红方上马，黑方也上马。接下来红方进兵，活通马路。现在显然黑方不能够出车啊，如果说出的话，红方上马，这里打车。黑方选择车1进1，起横车，双车联手形成霸王车。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红方依然是上马，黑方也上马，红方上马踩掉卒。这里踩完卒之后还踩着炮，那么黑方现在又该如何行棋呢？如果说炮3退1的话，挡住了双车联手，他选择进炮打掉兵。这个走法一走的话，就落入了红方的大的套路圈套里面来。此时红方进车抓炮，黑方现在怎么走呢？如果说退炮的话，上马踩掉。黑方要不要吃？如果吃的话，进炮打掉象。这里打完一将军，你称势的话，重炮绝杀。将5进1的话，进车绝杀。所以说在这里这个炮就白白的丢掉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说红方进车抓炮的时候，他能不能平炮连环呢？连起来的话，上马直接踩掉前炮，你打回去，这里再打回去，这样的话一马换双炮，黑方也是比较吃亏的。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眼光招，同样看起来也很不错，平炮打掉兵。那这样红方依然是故技重施，进炮打掉象，双炮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重炮杀棋。由此可见呢，黑方这个炮白白的丢掉了。那么我们就看看返回来棋谱的走法，这里就走得非常的绝妙。选择平车，你上马吃我炮，吃完之后这个单马在前方没有攻势，我反而进车吃你炮，扰乱你的后方，势必还能够锁定胜势。红方回马，这里打车，黑方又该如何怎么办呢？这里黑方也走得比较好，平车过来跟你对车，红方也无可奈何，选择进车吃掉，黑方平车吃掉。这里红方之所以跟你对调，是完全把你这个车调离原来的防御位置，这样的话接下来双炮车马能够从你空虚的右翼展开进攻。接下来这里红方平车，占据内道线，也是不让黑方上马，黑方上马踩掉中兵，红方上马踩掉，黑方进炮打马。打完之后轮到红方下手了，红方抢先进兵，这里就不让黑方这个马能够有所作为。黑方也进车，这里来抓马，把这个车长起来，也是势在必行。红方上马踩双炮，黑方炮3平5结成中路担子炮。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采取进兵捉马，黑方这个马就比较尴尬了，还选择马1退3。如果说马1退2的话，红方直接跳马，接下来这里有卧槽的棋。选择马1退3也是防止红方上马卧槽。此时红方使出一招凶狠的棋，进炮打掉卒，接下来就可以说已经锁定了胜势。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打完卒之后打了象，黑方如果说飞象的话，感觉是送给红方吃，但是红方是不会吃你的话，进炮这里一将军，这就比较尴尬了。你现在如果说将5进1的话，跳马将军，那么好了，这个马丢掉了。如果说称势的话，这里同样跳马踩马，
而且可以说明一点，这个车啊始终不能过来参与防守。这里是马口，这里是炮口，这里也是马口，同样这里是车口，来不了。现在就比较尴尬，你不吃我的马，我要吃你的，而且这个马逃开的，重炮绝杀。好，我们返回来，再次看看黑方的新的变化。这里不能飞象啊，又只能逃马了。它又有退马和进马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它，如果说这里进马的话，红方上马，现在这里车吃着马，黑方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平车。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明一下，它不能马回窝心。如果说马跳到前端来的话，那这里跳马将军，马后炮就是个绝杀，只好选择交换。此时红方进车先手吃掉，黑方进车吃炮，吃完之后这里就显得比较尴尬了。红方可以平炮先打掉卒，来一个先手将军，但是后方啊，他这里有进车将军的话跟你对车，红方先不着急，帅五平六，这样的话黑方就没有后手棋了。现在进车啊，跳马就完全能够攻杀了。首先说明他这里想解杀不能士4进5，跳马就是个绝杀，只好选择士6进5。当然或许有朋友会认为这个马比较厉害，我平炮先把这个马卡住行不行？那这里平车，这里吃卒一将军的话就把这个炮给抽掉了。现在这个炮一丢掉，红方是车马炮兵4个大子，黑方显然没有攻势。我们就看他士6进5，那么这里跳马将军，将5平6，进炮打象1将军，将6进1，此时平车吃卒吃双炮。现在这两个炮就比较尴尬了，往哪里逃都会丢掉一个。黑方退车抓马，上马吃炮，对车抓炮，平炮打象还打车。那在这里啊，黑方一旦丢子，可谓是大势已去。我们再回到这里，当红方进炮打完卒之后，黑方这个马要跳开的话，有一个马3退1，这里就进入了今天比较精彩的最后攻杀。那现在红方你推完马之后，他跳马上前，这里马和后方的这个车啊进车砍士，这里就是有杀棋的。老将动不了，他现在能走的士4进5，或者说士6进5。首先我们看士6进5，进炮打象闷杀，只能采取士4进5。那么好了，在这里啊，棋友们不妨发挥一下你的思维，看看你如何巧妙连续攻杀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分析一下，常规思维我们都是进炮将军。现在如果说黑方飞象的话，我们这里进车将军绝杀。当然他如果说退士的话，同样也是进车，车马炮3子组合，形成车马钓鱼马杀法。好，这是我们常规的走法。那么有没有更加绚丽的走法呢？棋谱啊就在这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绚丽的技巧，直接进车将军。不知道棋友们有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招呢？现在黑方只能选择退士吃车，仅此一步。接下来进炮打象将军，选择将不能动，只能退士，重炮绝杀。棋友们有没有觉得最后的攻杀也是精彩的一绝呢？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比较多，套路有点大，欢迎棋友们在评论区点赞交流，非常感谢。从今天开始这一局起啊，我将为大家讲解古朴集中秘，红方当头炮如何巧妙破解黑方双阵马的变化呢？这也是前面很多棋友最为期待、最为想看的。一旦感觉对方上双阵马的话，就不知道如何破解。好，我们直接进入精彩的对局。今天呢，不仅是这个变化的精彩开端，同时也为大家分享精彩的终局。双方顺炮应对，迅速上马。此时红方出横车，黑方出直车。红方顺炮出横车的主要目的，车1平6占据内道线，有进车卡住象腰。
那么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过了，黑方有马2进1，红方有车9进1，来一个弃马13招，非常精彩的招法。那么它还有士4进5以及士6进5，炮2平4这4个变化呀，我们前面都已经为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清楚，其实我们可以结合前面视频呢一起观看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它最为稳妥的阵型马2进3。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变化最为顽固，而且这个变化大家最为期待呢？因为首先来说啊，双马的话护住了中阻，同时双马守住底势，也把黑方的2个炮截成弹子炮，显得阵型的4平8稳，红方好像是无懈可击。那么我们这里也给大家演变一下，我们能不能按照前面的思维啊，车6进7的话，进车准备啊，既卡住象腰逼近9宫，同时这里有封车，还有一个最为隐藏的作用，就是车6平7的话倒吃马。那这样的话，黑方怕不怕这个变化呢？我们先继续往下演变一下，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车8进4巡河以及车8进6，因为红方啊这个车啊前方啊是孤军深入，单刀作战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后续的力量的话，我们进车啊准备吃兵压马的话，主要是针对红方的空虚的左翼啊，采取一个子力牵制。那么我们看他能不能平车勾马，实则在这里黑方可以炮2进2。如果说此时退车吃马的话，平炮打车意在打红方的7路底象，此时你退车吃卒或者车闪开的话，都有打向将军抽车，这样的话显然是一个开局的弃马陷阱，红方丢车的话必输无疑。好，那可能其实我们会在这里会认为，这里虽然说有一个小小的破绽，但是我能不能兵7进1？挺兵的话，既不让你平炮过来，有这样一个偷袭，同时也是马8进7活通马路。这样的话，我们再往下演变一下，大家就会发现问题。当你这样走完之后呢，黑方马7退5，先稳固一下阵型，形成双马连环，那红方这个车啊势必在这里就被困住了。此时你再马8进7的话，我平炮过来打马，这呀是一招两用。首先，为什么大家在很多时候呢会担心这个窝心马？这个窝心马的主要的原因呢是防止你进炮打掉中卒，但是啊我们这个中卒没有左5进1的情况下，你打的话势必没有什么攻势。同时这里平炮的话既打着红方的马，主要目的车1平2准备亮车。那么显然你即便是再上马过来的话，那我们先平车抓一步炮。这里抓炮的话，红方势必这个炮要逃一下吧。比如我们看他炮8平6的话，此时啊就可以采取先手交换，进炮打掉马，这里吃掉，再平车吃兵，这里抓着炮啊，红方这个炮势必逃一手，此时再来一个进炮打掉中兵。显然这个马走了，这个马兑换掉了中兵失守。一旦黑方抢到一个炮阵5子的话，红方势必要采取防守。这里将军呢士6进5，此时再来一个车2进4巡河的话，就不让你这个红方这个马有所攻势。一旦马跳不起来的话，显得黑方双车一炮阵5子，双车通透，黑方已然是反先了。由此可见呢，在这里啊，平车吃马的话，生炮保马以及双马连环是最稳固的一个防守阵型，也是采取前方反击最有效的手段。通过前面的推演，显然红方进车的话卡住象眼的话，黑方是有一系列的措施。那么我们看红方该如何采取有效针对性的进攻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古朴的高妙走法，进车卒临线，准备吃卒压马。那么此时黑方要为了保住这个马，又有4个变化。卒5进1，准备形成中路盘头马，炮5平6的话飞向保住马。它还有2个变化，进车车8进4以及车8进6。今天我们先看它前面的变化。我们首先看卒5进1的话，既为提前上马留出一条道路，同时也是中路盘头马的阵型。
那么此时在这里红方平车吃卒，黑方现在是马3进5还是马7进5呢？这两个变化实则都会丢子，红方进炮打马，这样一走的话，势必红方会抢夺黑方的双马。你现在马5进7走不到啊，马5进3的话退吃，马5进7的话进兵的话，这个马显然前去无门后去无路，显然会丢子。所以说在这里左5进1准备上中路盘头马是最快输棋的。我们再继续看第二个变化，炮5平6。黑方主要的目的是，当你红方平车吃卒的时候，象3进5的话，既补后中路，同时也是用炮给马生根，守住自己的子力。但是红方在这里就会发现黑方有一个弱点，首先你的当头炮拔掉了，此时这个炮还挡住了马腿。最重要的一点呢，先前在这里炮8平5，再有炮5平6，显然多浪费了一步棋。此时兵5进1，意在从中路进攻，你中路始终少一层防护。黑方赶紧象3进5，此时红方马8进7，略施小计，就扔出一把飞刀，引诱黑方进炮过来打马打炮得子。如果说你不走的话，红方再来一个马7进5的话，形成中路盘头马，这个中马一旦攻上来的话，那势必造成非常大的进攻。此时黑方进炮打马，红方在这里马和炮显然是闪不开的，你这里进炮一打的话，显然也是一个交换，但是红方采取了一个直接弃马车9进1，黑方在这里也不得不吃先打掉，这里打完之后还打着红方这个马，此时红方马3进5的话，好，那么走到这里，相信球迷一看，显然黑方在这里中招了。目的红方采取一个先弃后取，这个炮目前来说既不能退，同时也不能逃，还无处可去红方达到了理想的状态，形成了一个盘头马顺势接下来而上，势必有很大的进攻。此时黑方一想这个炮丢掉就丢掉了吧，那就车8进6，准备平车吃兵。当你吃完炮的时候，不让你走盘头马，这个马跳不起来，但是红方可以吃掉，吃完之后黑方平车吃兵。此时看起来好像守住了这里，红方平车吃马，红方平车吃卒的话，既守住了自己这个兵，同时要吃着黑方这个马，这也是非常巧妙的抢夺先手的走法。好，那么现在我们看黑方这个马怎么办呢？马3退5，还是说马7退5，还是车1平3呢？首先我们看，无论是马3退5还是马7退5的话，红方都是可以车1平4的话，进车卡住，势必将来两个马势必腹背受敌。同时在这里一旦红方的子力比较通透的话，势必有很大的进攻，黑方马握中心容易造成很强大的杀势。好，我们再就看他最为顽强的车1平3守住。那么此时走到这里，红方又该如何走呢？这一步棋是本局的一个关键棋。前方单车中路炮进攻不了这个车你出来又没什么太大的威慑力，必须要走一步炮8进1，进炮打车，目的把黑方这个车打走之后呢，然后这个马的话就能够活通，一旦马攻上来的话，势必中路开花。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选择进车吃象，红方跳马。好，那么这里显然是马炮兵，中路形成了一个中路盘头马，接下来进兵的话就势必有攻势，黑方赶紧退车回来守住巡河，红方兵5进1，显然不敢平车吃兵只好选择进卒吃掉。正好红方在这里一个弃兵借卒过河，上马就踩马。那么现在黑方势必要丢掉一子如果说马7进5或者说马3进5的话，我们演示一下，马3进5效果也是一样的，可以直接先进炮打掉一将军，你势必当你在踩的时候再平车吃，通过一炮换掉两个马的话，显然红方得子。所以说他在这里这两个走法都不太合适。当然如果说马握中心的话，那也是再次平车出来的话，显然红方子力双车双炮通透，很容易造成攻杀。他最为顽强的就是马3退5，这里跟我们先抢着一个先手对车，势必能够缓解他的压力。那么好，在这里我们就要学习借鉴一下古朴的招法。好，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想想接下来这一步棋面临着对车，你该如何抉择呢？
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屏幕上面。好，我们公布一下答案。红方在这里并没有先手吃车，而是选择上马吃象。这步棋就比较厉害了。如果是此时你吃车的话，我上马一将军的话，卧槽就是个绝杀，黑方也不得已被迫象3象7进5吃马，此时进炮打车打象，这里一将军。有道是一马换双象，骑士必英雄，这也是大家在下象棋的常常都会知道这样一个巧妙的作用。此时这里将军呢，黑方这个马怎么办呢？他仅此马5再进3，既解将，同时还保住自己的这个车，此时平炮打掉。好，那么走到这里，相信球迷们一看，你现在双炮双车，黑方双车双马，但是显然在这里红方已经得利了，红方抢到先手机会。黑方2个马的话，目前来说子力不好开展，红方双车炮的话，子力比较通透。那现在同时这里还是要解困这个车马被牵的局面，该怎么办呢？选择一个马7进5。如果说此时你再次回马中心的话，那这里我们也可以为大家演示，回马中心的话，红方依然可以平炮，你此时还只得再次把马跳起来，反而这个炮有了可乘胜之机了。好，我们就按古谱的来，马7进5。那么走到这里我们不要进炮打马，也不要退炮打马，因为黑方始终有一个上马这样的话踩着车。此时比较好的一步棋就是控制黑方的这个马路，车9平6，你回不了马呀。所以说在这里黑方也迫于无奈，赶紧卒5进1吧。他也是想借助这个卒的力量，然后过河。此时红方进车卡住，这里接下来就要丢子。那么走到这里古谱就没有往下演变了，认为红方在这里丢子，黑方是必输。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能不能走马5进4这里踩着车踩着这个炮呢？实在你这样走的话，红方可以退车吃马的话，强行吃马，你这个卒走不开呀，中路老将和帅牵制住了，这也是控制他马路的最好一个方法。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演变一下，看看黑方该如何抉择呢？这里势必要丢子那他选择一个平车过来，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我抓一个双，这岂不是很好吗？但是红方可以先平车吃马，这里来一个将军，此时就留给黑方2个抉择，到底是退车吃炮还是进车吃炮呢？首先我们看他要称士吧，如果是6进5的话，退车吃卒，此时你无论吃哪个炮都是平车甩过来，这样的话很容易形成一个绝杀，即便你出将的话也是能够形成双车错的走法。显然是6进5不太合适，我们看他刚才在这里是4进5的变化。那么当红方平车吃马将军的时候，我们继续看他是4进5，这是第2个非常顽强的变化。那走到这里，眼睁睁的看着黑方要进车吃炮退车吃炮，红方该怎么走呢？这步棋也是尤为关键，炮8退1。此时如果说你进车吃炮的话，我们平炮打掉你的7路卒，进炮下底就是个闷杀。中路有车也适合将走不动，以及内道车在这里形成一个封锁。那么显然黑方在这里是不敢吃这个炮的，但是黑方在这里又心生一计，来了一个反间计，我退车吃炮。这一步棋可谓是走得非常的有胆识。此时如果说你平车吃车的话，他可以称是吃你红方的这车，吃完之后呢，你是车炮，黑方是车马，显然黑方在这里目前来说还有4个大卒的话，那显然黑方还能够有反先之势。但是在这里红方不得不要学一招巧妙的战术，4车相间，平车吃马就直接弃车，你吃我车，我吃你车，4车相间必定残杀。首先我们可以看黑方该怎么吃车呢？如果说他进车吃车的话，我们吃掉他2路车，他最为不好的是平车吃掉我们中路车。首先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如果说吃掉5路车的话，进车吃车这里带着先手将军，此时在进炮下边势必他2个双士会被我们炮给破掉。好，那么他最好的办法策略就是进车吃车，红方平车吃掉，此时他再次进车吃兵，看起来好像黑方在这里得势了。
但是红方可以炮8退1，此时就弃掉2个兵，看你黑方如何抉择。你这里吃兵的话，顺势平炮中路形成一个牵制，接下来该红方平车吃足的时候呢，显然这个残局演变过后呢，红方进多一大子，占优势。如果说残局功夫可以的朋友，可以自行再推演一下，车炮还是可以胜单车的。好，今天这个精彩的变化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棋友们觉得不错，欢迎点个赞，评论区交流一番，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棋友。今天将为大家分享一局金钩炮在象棋特级大师中间的精彩棋局。那么这一局选自红方李来群，黑方胡司令胡荣华，可以说2位都是象棋特级大师。当然胡司令的神话相信棋友们众所周知。我们直接进入精彩棋局，这一局可以说双方都是神仙打架，全是妙手。黑方金钩炮，红方起横车，黑方上马，平车占据内道线。那么走到这里，胡司令采取了一个疑惑的走法，炮3平6。相信大家一看，你先前炮8平3的话，形成金钩炮。前面讲了很多局，金钩炮非常的有威力，而且邪招不断。那么你这里又返回来，那为什么当初不直接走视角炮呢？实则这里设计一个小小的巧妙陷阱。比如红方进车卒令线的话，黑方上马，你平车吃卒，黑方上象，将来还有炮2退1，从7路线进行反击。当然，或许大家还会认为我能不能进车过来呢？如果说你上马的话，我平车倒吃马，那这样走的话，黑方平炮，你这里主要目的就是平车过来压马倒吃炮，炮提前走开，接下来进炮打马的话，车9进1跟你对车。现在红方这个车走了很多步，对也比较吃亏，不对一子多动，影响其他子力出动，反而红方在开局部署上面不占优势。好，我们返回来，当然黑方肯定是能够巧妙设陷阱，红方也能够容易看出来。此时红方走的比较稳妥，先排兵布阵，马8进9。那么好了，红方走完之后，黑方出车，红方平炮，下一步棋意在平车，黑方架起当头炮，出车，黑方上马。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势必要进行防守一下，因为黑方这个进炮打掉中兵，始终有1炮正5子。现在如果说走马2进3的话，上正马，黑方进车吃炮，马2进4，当然也有这样一个走法，黑方完全可以车8进4巡河，再由平车过来，前车后炮，势必在这里要得子。那红方在这里索性干脆撑势了，先补后中路。那么好了，接下来黑方就挑起战端，进炮打掉中兵，1炮正5子。红方进车巡河，先把这个车长起来，将来有利于自己的子力往前输送。黑方也进车，红方兵9进1，先活通马路。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现在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这里又走了一个神仙招法，平炮打掉边兵。这步棋意在何为呢？有进炮下底线，实行对这里马炮来一个牵制。那红方这里一看呢，这还了得，平车过来就是吃你这个炮。感觉这个9路炮目前来说势必会被捉死。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黑方这里来一个退炮，红方一看这招棋下得不轻。如果说退车吃炮的话，平炮打死车，原来你是有这样一个后手，可谓真是诡异提前闪开，黑方平炮。那么好了，双炮结成担子炮，强行要下底，采取底线进攻。红方上马抵挡，黑方进卒。走到这里之后呢，现在看起来黑方实行一个火力集结，双炮一车，包括这个马将来都能够起到非常妙的作用。此时红方一看，黑方阵型上的缺陷就是这个7路马，
进车过来抓马。当然，他为什么没有进车到宫顶线来抓马呢？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这里走完之后，黑一方上象，红方吃掉，吃完之后黑一方上马，从边路。那么好了，接下来红方这个车前面走了很多步，不吃点也觉得理亏，平车吃掉中卒，不吃白不吃。吃完之后，现在黑方选择一个进卒。这步棋目前来说还看不出什么端倪。红方平车占据内道线，将来炮可以腾挪一下，但始终这步棋平车过来稍微目前来说我们还分析不透。当然或许黑方这里还有双炮马卒，一车的话势必攻势比较强大，他将来能够退回来进行防守。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称是红方进车，目的瞄着他这个卒。当然走到这里，黑方采取了一个出车邀对，就不让你这个车过来帮忙，反而过来的话对这一块的子力有所防守。红方肯定是不愿意对的，选择平车让开，黑方再次进车邀对。那红方还是不愿意对车，他的目的很简单，自己后方的双炮双马目前来说还没有展开，反而黑方的子力已经过河，有一定的攻势，势必在这个时候采取防守为上策。那么好了，接下来黑方采取进车，卡住相腰，势必要在这里搞点事情。那红方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卡住相腰，下一步棋要吃象。黑一方回马打车，这步棋可谓是非常巧妙。现在黑方也只能把车走开。当然这里再来一个上马顶住，正好借助这个双车的位置，下一步棋炮九平六的话，打车踩车，二车必丢其一。红方平车躲闪，黑方回马调整阵型。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目前来说看起来黑方来势汹汹，但是红方也没有发现他有很大的杀棋选择平炮。在这里前车后炮打马要得一个势，黑方采取退车对车，那红方又是不肯，我干嘛要跟你对呀？我退车捉你这个卒，然后吃双，那岂不是很好？黑方上马护住，红方进兵。这步棋大家稍微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走呢？感觉目前来说，你上马不是白白的送到红方的兵头上面吗？那么好了，这里来一个平卒。这步棋稍微有点冒险，但是也为后面的杀棋做了一个巧妙的构思。现在如果说你进兵吃马，我进炮打马，然后下底，这样的话双车炮从底线势必进攻非常强，再结合这个二路车遥互相应，形成夹击之势。那红方在这里并没有这样想，而是考虑到这个马的安危，索性进炮打掉士。这步棋意在用七路炮保住一路马，不让你的双炮下底。那现在如果说黑方退士吃炮，他在进兵吃马，这样的话交换完毕，他还得了一个过河兵，反而挺不错。但是黑方这里目前来说并没有这样考虑，回马踩车，这里踩着车，这里退士吃着炮，红方进车，这里既逃开，同时还吃着黑方这个炮。那么好了，黑方这个炮又该如何巧妙应对呢？炮九平八，暗藏埋伏。如果说红方不注意的话，这里退炮重炮打车，车一旦涨起来的话，退士吃炮。当然红方提早发现了这一个计划，品车过来，既有吃炮，同时还有退车双车夺炮，感觉黑方可能会这样走，比如进卒的话守住炮。那么好了，红方退车过来，双车夺炮，你这个炮比如说要退开的话，双车平车吃士就是个杀棋。显然红方在这里全是精妙的构思，
双方真乃是神仙打架，妙手不断。然而黑方这里就兵贵出奇，选择平卒打车。那黑方这一步棋可以说稍微有点挑衅，红方退车吃掉，吃完之后黑方平炮，退炮回来依然是打着车。刚才这一步弃卒可谓是引诱战术非常的巧妙，把红方这个车引到角落里面，现在兵挡着自己的车，这个车目前来说走出来还得费一定的功夫。然而退炮打车，车闪开，依然是黑方要在这里得子索性我干脆提前退车抓炮，形成和你一个对子交换。那当然黑方肯定是不愿意退炮再打车，因为我这里始终有先手要吃着你的炮，捉双的话逃一个我再吃一个。那现在红方一看这样被牵制，车走开，炮丢了，选择退炮挡枪，此时平车。那么好了，现在车炮实行对红方两个车一个炮实行的一个牵制。那现在也没有办法，红方再次进行了摆脱，抓着炮想改变局面。那这样走完之后，黑方这里并没有逃炮，而是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再下一个狠手。红方不注意的话，黑方进炮将军的话抽车，这可谓是险中更加厉害的招法。黑方进车底线，此时红方进车底线，此时黑方进车吃炮，吃完之后黑方目前的话子力比较占优势，红方不愿意腰对，平车抓马，黑方上马这里踩着炮。当然这里黑方能不能进车吃象呢？如果说吃掉的话，那你这里是没有杀棋，当你平车吃底象时可以退车回来，反而黑方这个炮咬着前方，黑方的马咬着前方的炮，红方丢子，那他不愿意，选择退炮。此时退士，再次设下巧妙陷阱，引诱平车吃象。当然如果说直接吃的话，平炮这里打车，象吃着车，双车必丢棋。可以说黑方的子力构造非常的巧妙。那现在这里不能吃怎么办呢？提前要把这个车走开，现在反而底车不起作用，低头车没有什么攻势。黑方平炮打车，红方平车闪开。接下来一系列的运子技巧稍微有点构思。那现在黑方行棋选择平车，当然大家会认为这里吃你的炮难道不管了吗？其实这也是黑方一个弃子引诱战术。如果说你这个车吃掉的话，大家会发现它的底线比较空虚，中路有炮，现在一马换双象，立刻结合双车能够速杀。当然这里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采取一个防守策略。此时回马，黑方进车底线，下一步棋就要开始上马踩象，进炮打掉，因为你这个象它是飞不起来的，现在没办法防守红方在这里急中生智，进炮打掉卒。这里也是巧妙引诱黑方进行一个交换。如果说你上回马吃掉，我平车砍掉，暂且可解燃眉之急。当然黑方这里走得更加的巧妙，如果说你不吃炮的话，反而前方这个象你也不敢吃，选择飞龙在天。这一步棋飞象盖炮，可以说非常的精妙。接下来眼睁睁的平车砍象绝杀，即便是你平车回来的话，这里吃完象之后退车回来，这里双车马依然是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当然红方在这里勉强走了一下平炮将军，心想这里回象或者说退马吃炮，但是黑方是有杀先看杀，直接进炮打掉中象一将军。现在如果说上马踩的话，黑方上马踩完之后，两边卧槽的话还是有杀棋，同时这里平车砍象也是有先手。那现在黑方目前来说攻势如潮，红方并没有选择上马，
而是选择退士，黑方退炮，一招决定胜负。红方眼看呢，现在大势已去，车马炮三子再结合底线这个车啊，很容易被速杀。那么走到这里，黑方已经大获全胜，红方也只能缴械投降了。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局神仙打架全是妙手，让你更加的有启发呢？特别是一些运子捉子的技巧，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好了，今天这局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棋友们在评论区交流。如果说觉得这局还不错，欢迎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非常感谢你。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介绍白马线提金钩挂玉的杀法。那么谈到这个杀法，相信棋友们并不陌生，或许大家都会。但是如何灵活运用呢？我们不妨借助古朴局中秘精妙的手法，一起来学习一下。好，我们直接顺从前面的棋局直接走到开局。双方都是顺炮横车对直车的基本变化。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红方抢先车一平六，黑方选择士六进五，这也是避免士四进五的话，这样提前把将门暴露在红方车口之上。同时士六进五也是先补后中路，稳固的防守。因为大家都是当头炮的话，补后中路也是势在必行。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红方依然是进车卡住，这也是他车一平六。主要的目的进攻车六进七的话，卡住象眼，同时逼近9宫。那么暗藏的手法就是平车过来，既倒吃炮，同时还压住二路马。黑方显然马二进一，提前避让。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前面我们有提到过兵七进一，但是面对红方士六进五的话，显然红方的子力目前来说右翼它出子比较慢，选择了一个兵九进一，这步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实则为后面的马八进九以及马九进八起到一个外马封车，提前未雨绸缪。此时黑方走了一个车八进六，深车过河。那么它还有一个变化是车二平四在这里前面我们已经为大家讲解完毕。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选择马八进九，提前跳边马，这样的话也是为了活通炮路。那么走到这里，黑方平车吃兵压马，黑方走完之后，红方该怎么走呢？显然马上不去这个炮又没什么好处可走，因为这个炮主要在这里也是起到了一个封制黑方一路车的作用。前面有车，后面有炮，黑方的一路车始终出不来。此时红方选择了车九进一，伺机而动，同时也是起到一个出双横车的作用。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目前来说不好开展他选择了一个炮二平四，既缩小红方车的活动范围，同时接下来主要目的车一平二，抢先抓炮亮车。此时未雨绸缪的这一步棋就是为了马九进八，提前外马封车。那么这里走完之后，显然黑方一路车出不来，但是红方这一个八路马也是黑方的进攻的弱点。此时他有退车吃马以及车七退二。那么前面一节我们讲过了，这里退车吃马的红方显然直接就马八进六，既有踩炮，同时还有马六进四的话，这里踩着车，始终黑方这个车如果出来的话，七路车容易受到攻击。如果说平车抓马的话，这里容易上马踩炮，以马换炮，目的为了炮八进五，这里打象打马。这个精彩的变化，相信棋友们看过前面第29集应该知道这个变化不太好走，黑方得不偿失。好，那么我们看黑方怎么走呢？他这里想了，你这个马一旦过河的话，就对黑方的阵型造成非常大的危机。他选择了一个车七退二，我们也是看他第二个变化，非常顽强的防守阵型。红方这个马始终上不来，怎么办呢？车九平四，这样的话抢占双内道线。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古朴有一个变化并没走出来，古朴选择了卒一进一，既活通一路马，同时伺机准备出动一路车。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不知道棋友们有没有想到过，这里双车站内的话，黑方能不能炮五平六平炮挡车呢？就不让你这个车进车卡住。其实这里通过人工智能推演又有几步走法，我们也把这个走法为大家展现出来。当然这里走完之后呢，感觉好像红方可以进炮打卒，实际上这是黑方的预想。如果说你这里进炮打完卒之后呢，它可以飞象，此时双炮结成一个弹子炮，红方两个车都起不到作用。同时这里还有进车吃马，你这里飞象，它这里还可以平车抓住你这个中路炮，这样的话红方显然得不偿失。那么这里是
我们一厢情愿的走法，但是人工智能给出的这样一个答案，退车吃炮，这一步棋可谓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走得非常的大胆。那这里吃炮怎么办呢？黑方吃不吃车呢？我们首先看，如果说称是吃车的话，这里再次进车吃炮，可谓是一车换2个炮，同时这里还抓着黑方的这个马。那这个马怎么办呢？如果说马7退8的话，我们首先看马7退8，可以进车卡住，既封制住黑方的，接下来有平车过来卡司马，同时封制住黑方的一路车。虽然说感觉红方采取了一车换2，目前来说感觉黑方有优势，但是黑方的一路车始终出不来，相当于他这个7路车在前面打先锋，目前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同时接下来红方还有马3进4，那你这里感觉要逃马吧？感觉马8进9的话，那这里现在迅速马3进4就奔上来了。此时上马踩足以及跳马这里双马，一旦围攻上来的话，显然黑方招架不住。这也是我们在一车换2的时候巧妙一个手法，非常值得借鉴。好，这是人工智能的推演。那么我们依然返回来，那古朴的走法就选择了卒1进1。那这里红方吃不吃呢？显然红方进兵吃掉，黑方平车杀过来。那这样一走完的话，他的目的也是既活通边路的一马，也是准备伺机出车。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红方行棋，红方就抢到了车4进7这一步棋。这样一走的话，相信棋友们一看，结合前面视频就知道双车一旦卡内的，这里还有中头炮的话，后续一旦进攻上来的话，黑方显然是势不可挡。那么黑方现在该怎么走呢？我们分几个思路来进行思考一下。首先我们看他能不能马1进2的话，这里选择跟我们换呢？实则假如马1进2的话，想活动2个车的话，因为现在2个车都在一路，起不到什么作用，感觉好像红方可以进炮打掉，实则红方可以不打，马8进6，这样的话就踩你的中炮，显然中炮没有跟双向被卡住，黑方得不偿失。好，我们返回来，那古朴这里就走的比较高明了，选择了一个卒7进1，这里可谓是有非常巧妙的作用，既能够活通马路，同时还有马7进6，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车1平6的话，这里给你强行对掉内道车，一旦内道车对掉之后呢，显然红方就前方没有什么攻势，劳而无功。那红方怎么走呢？选择了一个马3进2。那这里可能棋友们会想为什么没有走马3进4呢？我们也给大家推演一下，如果说你走马3进4的话，它这里可以强行跟你对车，这也是刚才卒7进1的一个巧设陷阱。他目的想对完车之后呢，这个7路马就能够活通了。一旦马跳上来之后呢，这一片势必会受到进攻，此时一路车就能够解围被解放出来。好，我们按照古朴来，马3进2，这里走完之后，黑方子力也不好走选择了一个进卒，此时红方再次跳马。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威胁黑方的中炮，黑方直接中炮发出一将军，红方士4进5。那么接下来黑方又该怎么走呢？显然黑方会发现红方这个3路马是一个弱力，就直接选择了车1平7过来准备吃这个马。那这个马好像是前方前去无门后退无路，怎么办呢？感觉好像可以跳马到中路，接下来由马5进3的话，就形成一个铺槽卧槽马。实则当你这样走的话，感觉黑方能够回炮打掉，但是黑方他可以完全不理会你。这里也有一招比较妙的棋，可以平车跟你对车。这里强行对车的话，如果说对完之后呢，上马踩了，接下来你这个马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好，那这里也是我们潜在的一个分析那么红方该如何破局呢？眼看这个马好像会白白牺牲，如果说马3进5的话，黑方不打你，那这里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这一局可谓是接下来这一步棋也是画龙点睛破局的精妙手法。换做你是红方的话，该如何走呢？好，我们话不多说，为大家揭晓答案。红方来了一个马8进6，这里显然在吃马红方再白送一马，这里也是巧妙的一个构思。如果说你进车吃我们3路马的话，红方回马就踩掉中炮，一旦踩完之后呢，你的中炮拔掉之后，红方的中炮反而起到了非常强有力的作用。
所以说黑方目前来说还不能进车吃马，只能平车吃掉我们的6路马。那么这里难道红方白白的送掉一马，就是为了把这个车引开吗？感觉好像为红方的7路马解围了。那实则在这里刚才跳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炮8进5，走到这一步棋，进炮打马。因为弃掉一马，显然先弃后取，黑方的7路马是我们主要的进攻思路，他的7路马也是一个弱点。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看他有马7退8以及马7退9，要逃马。那么我们看他能不能炮4进1呢？如果说炮4进1的话，感觉好像我们打不着他的马。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双车卡内的话，我们这里可以强行平炮中路将军，你这里打不打呢？那么我们把这个变化也为初级棋友演变出来。如果说黑方退炮打掉，红方再次退炮打掉这里一将军，无论你士5进6还是士5退6，士5进4的话，都有红方车6平5的话，形成一个平顶贯杀棋。显然黑方这一步棋是不能这样走的。好，那么我们就看他2个逃马的变化，这里就是今天进入非常精彩的金钩挂玉白马线体的杀法。那么我们首先看黑方马7退8的变化，这里走完了，感觉好像我们可以平车过来吃马，实际上这个变化也是可以的。好像黑方有一个平车过来占据内道的话，此时我们如果说进车吃马的话，接下来要吃象，黑方还不得不退车回来守住象，因为你这里还来不及出将啊。假如说出将的话，平车砍象的话，这里有一个高调嘛，就形成了一个侧面虎的杀法，老将起不来就直接被绝杀了。好，那这里是一个简单的走法，那么我们也按照古谱的来走一个更快的杀法，就是今天的白马线体金钩挂玉。此时红方直接来了一个马3进2，既压制黑方的马，同时这里有杀棋。因为接下来不管黑方如何走，黑方这里是没有杀，比如他车1平2来抓炮的话，红方可以直接进车过来将军。这里弃车1将的话，黑方老将不能吃，因为我们这里有2路马，只能仅此称是。此时回马挂角绝杀无解。这也是刚才车6在开局的车6进气的卡住象腰，而且逼近9宫为杀棋做准备的未雨绸缪的好处。那么这是黑方马7退8输棋最快的地方。那么我们看他马7退9的话，这一步棋可谓是引诱红方吃车，然后平车占据内道，但是这个想法也不太成立。那么我们常规的思维红方有平帅、帅5平4的话，既摆脱中路的牵制，同时炮打中卒，形成一个反铁门双杀。此时因为黑方的中卒他是守不住的，红方的这个马在这里他卒进不进的，红方都有进炮打掉。那么这里这个变化，棋友们可以自行推演一下。我们就按照古谱来平车吃马，看看这个变化。那黑方能不能再次故技重施，车4平6占据内道，出将铁门双杀呢？实则这个变化也不成立。我们稍微平车过来再次抓象的话，此时这个象到底飞还是不飞呢？不管你象7进5还是象7进9了，红方都有进炮给你打掉。当你出将的时候，进车就是个绝杀，所以说黑方老将始终出不来。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当红方吃完马之后呢，黑方索性就直接过来，依然是跟住马。红方平车既守住马，同时要吃底象。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古谱就并没有往下演变，认为黑方是败棋已定。那么这里接下来该怎么走呢？我们也为大家推演一下。此时要进车吃象就是一个连杀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为大家推演一下。假如说因为红方目前来说阵型比较稳固，黑方他是没有杀，比如他车1平2出车吃炮，红方完全可以不理，进车吃象。这里将军黑方仅此退士，平车砍士的话，黑方老将也仅此将5平6吃掉，此时进车就是个绝杀。这样形成的一个侧面虎的高调马的杀法，已然是非常的快速。好，那么显然这步棋肯定目前来说，相信棋友们都能够看得出。我们返回来看看黑方最为顽强的变化。此时飞要吃象的话，我就不抓你的炮，要么飞象，要么进行防守。那么飞象有2个变化，比如象7进5的话，这也是刚才我们要为大家推演的变化。这里象7进5，红方平炮直接给你打掉。
这里打着一将军，你到底是回炮打不打呢？还是出将，还是称士呢？这里显然，比如称士的话，不管称士还是退士的话，红方都是平车。这里形成一个平顶贯杀棋。那比如说退炮打的话，这个变化刚才我们也演变过。那么所以说它这里首先来说，象7进5的话不太合适。我们看它象7进9的话，那这个变法依然是同样红方给你打掉，打完之后呢，这里依然有进车进行一个绝杀，同时这里还有品炮到中路，依然是和前面一样的中路开花绝杀的手法。那黑方最为顽强的就是品炮过来挡住，此时红方进车一将，因为这里你平车的话，效果作用是一样的，反而是丢车。这里将军怎么办呢？如果说这里退士的白士进车砍士，退炮最为顽强，那么此时依然是再次来一个故技重施，始终在这里双车卡住内，一旦解决掉一个象之后呢，红方这个炮始终能够跑到中路来进行将军。你打不打呢？当然呢，你这里还非打不可，因为你不打我的话，我这里将军你称士的回炮打掉你的时候，还有重炮无限翻进行一个绝杀。那么打完之后，红方再次进炮打掉，此时你仅此，不管是士5进6还是士5进4，红方都是平车砍炮，再次形成一个高调马的侧面虎杀法，同样进车绝杀无解。好，棋友们，今天这个杀法不仅为大家讲解了一个白马线提金钩怪玉的杀法，也把这个高调马侧面虎的杀法演示的淋漓尽致，相信棋友们呢会有所新的思路。那如果说觉得我讲的还可以的话，欢迎点赞留言，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朋友。